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普通人追求车子、房子、票子、男女，生命中充满了多巴胺，一路狂欢，可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了一辈子，又继续下一个旅程。很多人走上修正之路，看上去清心寡欲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轰隆轰隆，手上盘个漂亮的珠子，逛着素食馆，泡几杯茶，和几位朋友高谈阔论，空呀有呀，动不动就随喜功德，心里可能恨恨的，哼，就你，继续算计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，隐隐约约又迷恋上自己的师傅，还要美其名曰以师傅为依靠，接着就是各种争风吃醋，帮派内斗，比谁的传承法门更强，比谁更八卦，谁得到了加持更殊胜，谁跟师傅更亲近，整个就是后宫传，宫廷内斗。这样修当然修不出个名堂来，只是换个法子搞贪爱。我们要根据自己身心的状态，提醒自己关注点在哪里，当下真正的所缘在哪里，然后调整到正确的所缘。这段怎么运用呢？简单说就是念死无常，就能把过去和未来的万念切断，专注在当下。当下也是一直在无常千变的。大家都听说过心流，很多人也经历过。当我们进入心流的时候，时间的流逝就像消失了，完全沉浸在当下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只有当下。在竞技运动中，像打篮球，如果你总惦记着现在几分了，万一输了怎么办？赢了怎么庆祝？而不是专注在当下这个球怎么打、怎么传、怎么突破，你不太可能打好。当我们专注在工作、竞技、冥想、学习的时候，容易进入心流，在心流中容易体会到无我，身心消融，这时候幸福感爆棚。反而当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，容易东想西想，焦虑抑郁。并不是说不能回忆计划，老师也会讲他过去发生的事，也会回忆，也有计划。不管回忆还是计划，这是思考的对象，要明确这些的作用和过患，要知道如何运用，而不是走在那里缅怀过去，畅想未来。在阿含我们已经讲了8篇，我们能看出来老师讲的内容很理性，并不是让你一条路走到黑，信我者得永生。这里面很多内容需要我们思辨，并且在日常中运用反省调整。有了正见和正思维，将会影响我们日常的身与意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，行为产生的结果需要我们日常观察。很多人可能修学多年，起起伏伏，除了做一些梦，感觉不到生活的幸福感，找不到努力的方向，反而越来越麻木僵硬，无法与家人正常相处和沟通，神叨叨的，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，还以为在度众生，在拯救世界，不仅没有正面效果，还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产生伤害。像梁武帝、宋徽宗，他们也认为自己在走正道，最终搞得国破家亡。这些并不是个例。在阿含中，老师很清楚地说，大家练习4念处，短的7天，长的7年，必然证得出果到阿罗汉果。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内容，也始终不离实际的修持。很多人问题出在，第一，采用的方法错了，像梁武帝那样，不是不认真，他很认真，很认真地弄个国破家亡。第二，要理性。一些方法如果坚持一段时间没有效果，自己没有进步，要反省问题出在哪里，应该如何调整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